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你爸叫什么？王志强瞪着铁栅栏里的年轻人，烟雾在值班室里慵懒地飘荡。外面传来摩托车突突的声音，随即归于沉寂。秋风穿过镇子，带着一丝即将变天的征兆。没人料到，这个普通的午后会因为一个名字而彻底改变。那个被关在铁栅栏里的青年缓缓抬起头，嘴角的血迹还没干透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1995年的深秋来得比往年早一些，梧桐叶片泛黄，在午后的风中摇摆，偶尔有几片飘落在镇上的青石板路上。林建军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手摩托，穿过狭窄的小巷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夹克，那是他省吃俭用买来的，领口已经磨得起了毛球。摩托车的排气管冒出一缕青烟，在空气中慢慢散开。林建军的后座上绑着一个黑色的包，里面装着刚到货的港版磁带，准备送给邻镇的朋友。这些磁带是他最近的新生意，虽然赚的不多，但总比在家里待着强。菜市场就在前面不远处，摊贩们正在收拾东西，准备结束一天的生意。卖菜的大妈们聊着家长里短，偶尔传来讨价还价的声音。林建军放慢了车速，准备从市场边上绕过去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一幕。2个联防队员正围着一个老人，老人蹲在地上，紧紧护着一杆秤，秤盘被踢翻在一边，青菜撒了一地。高个子联防队员用脚踢着老人的背，嘴里骂骂咧咧：“让你占道经营，给脸不要脸。”林建军认出了那个老人，张大爷，常给他家送菜的张大爷。老人的头发花白，佝偻着身子，看起来那么无助。摩托车突突地停在路边，林建军脱下头盔，走向那2个联防队员。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他的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楚。高个子联防队员抬起头，斜着眼看他：“关你屁事！”这老头占道经营，不识抬举，他只是在卖菜。林建军走近了一些：“而且你们不能动手打人。”矮个子联防队员冷笑一声：“小子，你是哪根葱，敢管我们的事？”张大爷还在地上护着秤，嘴角有些血迹。他抬头看了林建军一眼，眼神里满是感激，但更多的是害怕。“我说了，你们不能打人。”林建军的语气变得强硬，把张大爷扶起来。高个子联防队员走过来，用手指戳着林建军的胸口：“小兔崽子，你再多管闲事试试。”林建军没有退缩，他伸手推开联防队员的手指：“别碰我！”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高个子联防队员一拳打在林建军的脸上，林建军踉跄了一下，嘴角立刻渗出血来。他没有犹豫，一拳回击，正中对方的鼻子。混乱开始了，2个联防队员一起冲向林建军，3个人扭打成一团。张大爷在一旁大声喊叫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但没有人敢上前帮忙。林建军的牛仔夹克被撕破了一个口子，头发也乱了。抓住他！高个子联防队员捂着鼻子大喊。很快又来了几个人，林建军寡不敌众，被按倒在地，冰凉的手铐铐在他的手腕上，金属摩擦皮肤的声音很清脆。“带回派出所！”有人这样喊道。林建军被拖起来，塞进了一辆面包车，他的摩托车也被一起拖走了。张大爷站在远处，眼神复杂地看着这一切，手里还紧紧抓着那杆秤。面包车发动了，镇子在车窗外慢慢后退。
林建军的嘴角还在流血，血滴在他的牛仔夹克上，留下暗红色的斑点。派出所的值班室很小，烟雾缭绕，墙上贴着几张发黄的公告，角落里有个铁皮文件柜，上面的漆已经剥落了不少。一个老式的风扇在天花板上慢悠悠地转着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。王志强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，肚子圆滚滚的，顶着制服的纽扣。他手里夹着根烟，烟灰弹在脚边的地上。45岁的年纪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但挡不住日渐稀疏的发际线。2个联防队员站在一边，添油加醋地汇报着刚才的情况。高个子的鼻子还在流血，用手帕按着。所长，这小子太嚣张了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就敢动手。矮个子说，而且他还有个同伙，骑摩托车的，估计是一伙的。王志强听着，眯着眼打量着铁栅栏里的林建军。铁栅栏是很久以前装的，油漆斑驳，有些地方已经生锈了。哼！王志强把烟头摁在烟灰缸里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。他站起身，走到栅栏前，还想学人家打抱不平。林建军抬起头，嘴角的血已经凝固了，他的眼神很清澈，没有害怕，只有愤怒。是他们先动手打人的。林建军说，张大爷只是在卖菜，他们凭什么抢他的秤，还敢顶嘴？王志强啪的一拍桌子，桌上的茶杯跳了一下，他猛地站起身，走到栅栏前，指着林建军的鼻子，在这镇上，我王志强说的话就是规矩，我说他占道经营，他就是占道经营，你帮他说话就是跟我作对。王志强的声音很大，唾沫星子都喷到了铁栅栏上，他的眼神里满是傲慢，那种在小地方当惯了土皇帝的傲慢。旁边一个年轻的民警小声说，所长，他嘴角流血了，要不先给他处理一下。王志强回头狠狠瞪了年轻民警一眼，处理什么？这种小混混就该好好教训教训。他又转向林建军，我看你这破摩托也不是什么好来路，指不定是偷来的呢。林建军气得浑身发抖，他想到父亲，想到父亲每次来镇上时那些干部恭敬的态度，话脱口而出，我爸是林德山，在地区上班，你认识他吗？王志强先是一愣，然后哈哈大笑起来，他笑得很夸张，肚子上的肥肉一颤一颤的，眼泪都快笑出来了。林德山，他凑近栅栏，眼神变得更加轻蔑，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土气？是哪个山沟里种地的吧？他用手指敲着铁栅栏，发出当当的声音。别说你爸叫林德山，就算你爸是天王老子，今天也得在这儿好好反省。王志强的声音变得尖利，你爸算哪根葱？在我这儿，他连给我擦鞋都不配。林建军的拳头紧握，指甲几乎嵌进了肉里。这是他第一次被人如此羞辱自己的父亲，但他被关在铁栅栏里，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志强得意的嘴脸。年轻民警不敢再说话了，低着头整理着桌上的文件，其他几个人也都不吭声，只有王志强一个人在那里洋洋得意。小子，记住了。王志强点燃另一根烟，在这个镇上，我就是天，你爸算个屁。烟雾在值班室里慢慢散开，像一张无形的网，把所有人都罩在里面。外面天色渐暗，镇子上开始亮起零星的灯火。夜晚的派出所很安静，值班室里只留了一盏灯，昏黄的光线照在墙上，投下斑驳的影子。王志强已经回家了，只留下年轻民警值班。
林建军坐在铁栅栏里的小板凳上，后背靠着墙，墙面很凉，透过薄薄的夹克传到皮肤上。他的嘴角已经不疼了，但心里的怒火还在燃烧。年轻民警偷偷给他倒了杯水，通过铁栅栏的缝隙递进去。喝点水吧，他小声说。所长脾气不好，你别跟他硬顶。林建军接过杯子，水是温的，谢谢。他说。那个张大爷。年轻民警四下看了看，确认没有其他人。他确实没有占道经营，摊位是合法的，有证的。林建军抬头看着他，年轻民警20多岁的样子，脸上还有些青涩。那为什么要抢他的秤？年轻民警叹了口气，联防队员说是收保护费，张大爷没给够。原来如此。林建军喝了口水，水有些苦涩的味道。我叫小陈。年轻民警说。陈志华。你呢？林建军。你爸真的在地区上班？小陈好奇地问。林建军点点头。不过他工作很忙，我们很少见面。小陈没有再问下去，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拿出一本书看起来。书是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封面已经很旧了，时间过得很慢。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着，每一秒都清晰可闻。林建军想到了很多事，想到父亲，想到家里，想到那些还没有送出去的磁带。凌晨时分，外面下起了小雨，雨滴打在窗户上，发出细密的声音。林建军在小板凳上睡了一会儿，醒来时脖子很酸。小陈还在看书，偶尔翻页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他注意到林建军醒了，又偷偷递过来一个馒头，垫垫肚子。小陈说。馒头是冷的，但很香。林建军慢慢地吃着，心里对这个年轻民警有了好感。你为什么当警察？林建军问。小陈合上书，想了想，想为老百姓做点事吧。他停顿了一下，不过现在看来，很多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。雨越下越大，敲打窗户的声音也越来越响，远处偶尔传来摩托车的声音，在雨夜里显得格外孤独。你担心吗？小陈问。担心什么？你爸会不会生气？林建军沉默了一会儿。他会的，他最不喜欢我惹事。但你做得对。小陈说。张大爷是个好人，经常给派出所送菜，从来不要钱。天快亮的时候，雨停了，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驱散了值班室里的昏暗。小陈伸了个懒腰，收拾着桌上的东西。王所长一会儿就来了。他提醒林建军。林建军站起身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。他的夹克上还有血迹，头发也很乱。外面传来脚步声，很沉稳，很有节奏。小陈正准备迎接王志强，但门口出现的身影让他愣住了。门被推开的时候，阳光一下子涌进了值班室。一个身影逆光站在门口，身材笔挺，气质沉稳。他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，手里拎着公文包，步履稳健。爸。林建军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林德山50岁了，两鬓斑白，但身姿依然挺拔。他的眼神很锐利，扫过整个值班室，最后定格在铁栅栏里的儿子身上。小陈赶紧站起身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这个突然出现的中年男人身上有种让人敬畏的气质，和王志强那种粗俗的威严完全不同。林德山走到铁栅栏前，仔细看着儿子嘴角的伤，他的表情很平静，但眼神深处有一丝心疼。疼不疼？他问。林建军摇摇头，但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，不是因为疼，而是因为委屈，因为看到父亲的那一刻，所有的坚强都崩塌了。这时，
王志强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：“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有人来了？”他一边嘟囔着，一边走进门，手里还拿着个馒头。当王志强看到林德山的时候，他的脸变得煞白，顿时如遭雷劈。他张大嘴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渗出来，顺着脸颊往下流。林德山缓缓转过身，目光平静地看着王志强，没有愤怒，没有威胁，只是平静地看着。但这种平静比任何愤怒都更让人心惊。你是这孩子的父亲。王志强的声音在颤抖，但他还在强撑着。正好，你儿子妨碍公务，还敢袭警，赶紧交1万块保证金，少1分都别想把人领走。林德山从公文包里拿出了工作证，递到王志强面前。王志强双手颤抖地接过来，借着晨光仔细看着上面的内容。当他看清楚那行字的时候，脸色变得更加苍白，双腿一软，差点瘫倒在地。林书记，他的声音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。工作证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林德山，地区委员会副书记。王志强的手抖得更厉害了，工作证都快拿不稳了。他想起去年地区领导来视察的时候，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正是眼前的林德山。扑通一声，王志强跪在了地上，地面很凉，透过裤子传到膝盖上。王志强的额头已经冒出了密密的汗珠，嘴唇哆嗦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林德山拿回工作证，放进公文包里。他的动作很慢，很从容，就像在办公室里处理日常事务一样。王所长，林德山的声音很平静。刚才你说我算哪根葱？这句话像一颗炸弹在值班室里爆炸。王志强趴在地上，头也不敢抬，身体抖得像筛糠一样。林书记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该死，我不是人。王志强的声音带着哭腔。小陈站在一边，完全惊呆了。他从来没见过王志强这么害怕的样子。那个在镇上横行霸道的土皇帝，现在就像一只受惊的兔子。林德山没有理会跪在地上的王志强，对小陈说：“把我儿子放出来。”小陈连忙找到钥匙，打开铁栅栏的门，金属门发出吱呀的声音，在安静的值班室里格外刺耳。林建军走出铁栅栏，感觉很不真实。昨天他还被关在里面，受尽屈辱，现在一切都变了。林德山仔细检查着儿子嘴角的伤，眼神变得严厉：“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阳光透过窗户斜射进来，在地面上投下长长的光影。王志强还跪在地上，不敢动弹。小陈站在一边，紧张地搓着手。林建军把昨天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他说得很客观，没有添油加醋，就像在汇报工作一样。说到张大爷被打的时候，林德山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张大爷呢？林德山问。昨晚被放回去了。小陈小声回答。他的秤和菜都被没收了。林德山点点头，然后看向跪在地上的王志强。王所长，我儿子只是路见不平，怎么就成了妨碍公务、袭警了？还有张大爷，他犯了什么错，要被你们又打又抢？王志强磕头如捣蒜。是我不对，是我指使联防队员干的。我这就把张大爷请来，把东西还给他，我给他们赔罪。现在知道错了。林德山的声音依然平静。昨天你怎么说的？我儿子提到我的名字时，你怎么说的？王志强哭得更凶了。我说您算哪根葱？我该死，我真的该死。小陈在一边听着，
终于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他想起昨晚的情况，想起张大爷被打时无助的眼神，心里涌起一阵愤怒。这时，门外传来敲门声，小陈去开门，是张大爷的儿子张军。张军在地区的农业局工作，听说林建军出事了，连夜找到了林德山。林书记，您来了。张军走进门，看到跪在地上的王志强，愣了一下。你父亲怎么样？林德山问。还好，就是受了点惊吓，他让我代表他谢谢建军，要不是建军出手，他的秤就保不住了。张军说，那杆秤是他用了20多年的，比什么都珍贵。林德山听着，眼神变得更加严厉。他看着王志强，你滥用职权，欺压百姓，还侮辱国家干部，这些事我会向上级如实反映。王志强一听，哭得更凶了，他爬过来想抱林德山的腿，被林德山避开了。林书记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不能没有这个工作。王志强的鼻涕眼泪呼了一脸，你做这些事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后果？林德山看着他，那些被你欺负的老百姓，他们也有老有小。小陈站在一边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终于看清了王志强的真面目，也看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威严。林德山从头到尾都没有大声说话，没有做任何威胁的动作，但就是让人感到敬畏。走吧，林德山对儿子说，我们回家。林建军点点头，跟着父亲往门外走。经过王志强身边的时候，他听到王志强还在那里哭泣求饶。林书记，求求您。林德山没有回头，带着儿子走出了派出所。门外阳光正好，镇子已经苏醒了，早起的人们开始一天的生活。远处炊烟袅袅升起，像是在为这个普通的早晨增添一丝诗意。林德山的车就停在派出所门口，一辆黑色的桑塔纳，车身很干净，在晨光下闪着淡淡的光。父子俩上了车，车里很安静。林德山发动汽车，熟练的倒车转向，驶向镇子的主路。爸，对不起。林建军低着头说，又给你添麻烦了。林德山没有立刻回答，他开着车，眼睛看着前方的路。镇子的街道不宽，两边是各种小店铺，有些已经开门了，有些还紧闭着门扇。你做的没错。林德山终于开口，看到不公平的事就该站出来，只是以后要注意保护好自己。车子经过菜市场的时候，林建军看到张大爷的摊位还在那里，但人没有来，摊位上空空荡荡的，只有一些菜叶子散落在地上。张大爷的秤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林建军问。对他来说，那是饭碗。林德山说，也是尊严。车子驶出镇子，上了通往县城的公路，路两边是成片的农田，稻子已经收割了，留下黄色的稻茬，远远看去像一块块补丁。你那个磁带生意，林德山突然说，打算怎么做？林建军有些意外，父亲从来没有主动问过他的生意，就是从广州进一些港台的磁带，卖给镇上的年轻人。虽然赚的不多，但总比在家闲着强。林德山接过话茬，我支持你，如果需要资金，跟我说。这更让林建军意外了，他一直以为父亲不赞成他做生意，觉得不务正业。爸，你不反对？为什么要反对？林德山看了儿子一眼，正当经营，自食其力，有什么不好的？车子在一个小坡上停了下来，林德山熄了火，摇下车窗，山风吹进来，带着野草的清香。远处可以看到县城的轮廓，高楼大厦在晨光中若隐若现，
那里是林德山工作的地方，也是更广阔的天地。建军，林德山说，你觉得王志强为什么会那样？林建军想了想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有权利，不只是权利。林德山摇摇头，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被人制约过，在那个小镇上，他就是王法，时间长了就忘记了自己是谁。林建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真正的威严。林德山继续说，不是靠恐吓得来的，而是靠品格。当你真正为老百姓做事的时候，他们自然会尊重你。风从山谷里吹过来，掀起林德山的头发，他的侧脸在阳光下显得很坚毅，就像一尊雕塑。爸，林建军想起什么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出事的？张军给我打的电话。林德山重新发动汽车，昨晚11点多，他父亲回去就哭了，说你为了帮他被抓了。张军知道我们的关系，就打电话给我了。车子重新上路，向县城驶去，我连夜赶回来的。林德山说，本来在省里开会，接到电话就请假回来了。林建军的鼻子有些酸，他知道父亲工作很忙，省里的会议都很重要，但父亲还是连夜赶回来了。谢谢爸，他说。谢什么？林德山笑了笑，你是我儿子。这是林建军第一次听到父亲这样说，以前父亲总是很严肃，很少表达感情。今天的父亲似乎有些不一样。车子驶进县城，街道变得宽阔起来，行人多了，车也多了，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，和小镇的沉闷形成鲜明对比。1个月后，秋天彻底来了，县城里的梧桐叶子全黄了，风一吹就飘洒一地。林建军的磁带店开张了，就在镇上最热闹的街道上。店面不大，但装修得很有特色，墙上贴满了港台歌星的海报，货架上摆满了各种磁带。张大爷的菜摊就在店门口不远处，生意很好，再也没有人来捣乱。开业那天，张大爷特意提了一篮子菜过来。建军，这是我自己种的青菜，新鲜得很。老人的脸上满是笑容，那杆秤又回到了他手里，擦得锃亮。张大爷，您客气了。林建军接过菜篮子，身体还好吧？好着呢，托你的福。张大爷看了看店里的装修，这店开得真不错，生意一定红火。确实很红火，镇上的年轻人都爱来这里买磁带，听最新的港台流行歌。有时候林建军会在店里放音乐，引得路人驻足。小陈也经常来，但不是执法，而是买磁带。他喜欢邓丽君的歌，说听了心情舒畅。王志强怎么样了？有一天，林建军问小陈，撤职了。小陈说，县里派人来调查，查出他很多问题，贪污、敲诈、滥用职权，现在正在接受法律处理。你呢？现在当所长了。小陈点点头，有些不好意思，是代理所长，还在考察期。恭喜你。林建军真心为他高兴。其实要谢谢你。小陈说，如果不是那天的事，我可能永远不会明白什么是对错。林建军摆摆手，你本来就是个好人，只是环境不好，现在好了，你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做事了。小陈买了一盒刘德华的磁带，付了钱就走了。他现在工作很忙，要重新整顿派出所，建立新的制度。林德山偶尔会来店里坐坐，他不太懂流行音乐，但会帮儿子整理磁带，检查账本。看到生意做得不错，他心里也高兴。爸，你觉得我应该扩大规模吗？有一天，林建军问。慢慢来，不要急。林德山说，做生意和做人一样，要稳扎稳打。父子俩的关系比以前亲近了很多。
以前林德山工作忙，很少和儿子交流，现在他会主动关心儿子的生意，偶尔还会给些建议。12月的一个下午，雪花飘了起来，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。雪花很小，在空中飞舞着，像无数个小精灵。林建军站在店门口，看着雪花飘落。张大爷收摊较早，正在整理菜筐，看到林建军，老人走了过来：“建军啊，马上要过年了，你爸还好吧？”“挺好的，工作还是很忙。”林建军说。“张大爷，您的生意怎么样？”“好着呢，现在没人来收什么保护费了，踏实多了。”张大爷感慨地说。“还是你爸厉害，一出面就把事情解决了。”“不是我爸厉害，是道理在我们这边。”林建军说。张大爷点点头：“是这个理。不过啊，有你爸这样的干部，我们老百姓就放心了。”雪越下越大，地面开始积雪，镇子在雪中显得特别安静，特别美。林建军回到店里，打开音响，放了一首冬日恋歌，音乐在雪夜里飘荡，给这个小镇增添了几分浪漫。他想起那个秋天的午后，想起派出所里的那一夜，想起父亲推门而入的那一刻。现在一切都过去了，但那些经历却深深印在他心里。店里来了几个客人，都是附近的年轻人，他们选购磁带，聊着天，店里很热闹。“老板，有齐秦的新专辑吗？”一个女孩问。“有的，刚到货。”林建军从货架上拿出磁带，“这张很好听，推荐给你。”女孩付了钱，满意的离开了。雪还在下，但店里很温暖。林建军看着窗外的雪景，心里很平静。他知道这样的生活就很好，不需要惊天动地，不需要轰轰烈烈，只要踏踏实实，问心无愧就够了。1996年的春天来得很早，3月的时候，镇上的柳树就发芽了，嫩绿的叶子在春风中摇摆。林建军的磁带店已经开了半年，生意越来越好。他又进了一些新货，不只是磁带，还有一些港台的小商品，很受年轻人欢迎。这天下午，小陈穿着便装来店里，他现在已经是正式所长了，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多了。“建军，听说你要开分店？”小陈拿起一盒磁带看着，考虑在县城开一家。林建军说：“那边市场更大一些。”“不错，你爸支持吗？”“支持。”他说：“做事要有闯劲，但也要量力而行。”小陈点点头，买了一盒邓丽君的磁带。“对了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王志强被判了3年。”3年，林建军有些意外，不算重，已经不错了。他的那些事情其实够判更重的，但考虑到态度较好，就减轻了。小陈说：“不过他这辈子算是完了，出来后也不可能再当干部了。”林建军没有感到高兴，也没有感到解气。王志强的下场是他自己造成的，怨不得别人。张大爷的孙子考上大学了，小陈又说，老人家高兴的不行，逢人就说：“真的吗？太好了！”林建军由衷的高兴，张大爷确实很高兴。这几天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，卖菜的时候都比以前有精神。“建军啊！”有一天，张大爷对林建军说：“我孙子说了，等大学毕业回来，要好好感谢你。”“张大爷，您这话说得，当时的事，我做的理所应当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全家都记着你的好。”张大爷眼中有些湿润，好人有好报。你看你现在生意做得多红火，春天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店里，暖洋洋的。林建军整理着新到的货物，心情很好。下午，林德山来了，他穿着便装，不是平时上班的中山装，
整个人看起来轻松了很多。爸，今天不上班吗？周末。林德山坐在店里的椅子上，生意不错啊，还行。爸，我想和您商量个事。林建军把开分店的想法详细说了一遍。林德山听得很仔细，偶尔点点头，想法不错，但资金够吗？差一些，如果您能支持一点，可以。林德山没有犹豫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要按正规程序办理各种手续，依法经营，诚信待人。这个当然。林建军笑了，您放心，我不会给您丢脸的，不是给我丢脸的问题。林德山认真地说，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对得起社会。父子俩聊了很久，从生意聊到人生，从眼前聊到未来，这是他们第一次这样深入的交流。林建军感觉和父亲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很多。傍晚的时候，林德山要走了，他站在店门口，看着这条熟悉的街道。建军，他说，记住那天我跟你说的话，真正的威严不是靠权力得来的，而是靠品格。做生意也一样，要靠诚信立足。我记住了，爸。林德山点点头，转身离开了。他的背影在夕阳中显得很高大，很稳重，就像一座山，给人以依靠的感觉。夜幕降临，镇上的灯火亮了起来。林建军关了店门，骑着摩托车回家。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摩托车还在响着，但声音听起来不再刺耳，反而有种特别的韵律。春风吹过脸颊，带着花香和希望。林建军知道，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。1996年的夏天，林建军的县城分店开张了。开业那天，林德山亲自来剪彩，很多地区的干部都来祝贺，不是因为林建军的店有多大，而是因为他们尊重林德山这个人。张大爷也来了，带着他的全家。老人穿着新衣服，精神抖擞。他的孙子马上要上大学了，学的是法律专业，说将来要当律师，为老百姓打官司。小陈也来了，还带着几个同事。他们现在的工作作风完全变了，真正成了老百姓的贴心人。店里很热闹，客人络绎不绝。林建军忙得不亦乐乎，但心里很高兴，这是他用汗水和诚信换来的成功。傍晚时分，客人散了，店里安静下来。林德山坐在椅子上，看着儿子整理货物。累不累？他问。不累。林建军擦了擦汗。爸，谢谢您今天来剪彩。应该的。林德山站起身，我要回地区了，明天还有会议。这么急吗？工作需要。林德山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，好好干，但不要忘记做人的本分。我不会忘记的。林德山离开了，车子消失在夜色中。林建军站在店门口，看着车尾灯慢慢远去。夜风吹过县城的街道，带着夏日的清凉。远处有霓虹灯在闪烁，把整个城市装扮得很美。林建军想起1年前的那个秋天，想起派出所里的那一夜，想起王志强的嘴脸，想起父亲推门而入的那一刻。现在看来，那一切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，但那些经历改变了他，也改变了很多人。小陈成了一个好所长，张大爷的生活有了保障，就连镇上的治安都比以前好了很多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和父亲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。以前他不理解父亲的工作，觉得那些都很遥远。现在他明白了，父亲做的每一件事都关系到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。回到家里，林建军洗了澡，躺在床上，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房间里很安静。他拿出一本日记，开始记录这一天的事情。这是他最近养成的习惯，
把每天的所见所想记录下来。今天分店开张了，他写道，很多人来祝贺，心里很感动。想起去年秋天的事，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，但那不是梦，那是现实，一个让我成长的现实。写完日记，林建军合上本子，准备睡觉。明天又是新的一天，有新的挑战等着他，但他不怕，他有父亲的支持，有朋友的帮助，更有自己的努力和坚持。窗外夜色正浓，县城在静静地睡去，准备迎接又一个美好的明天。林建军也睡着了，带着满足的笑容。在梦里，他看到了更大的店面，更多的客人，还有父亲欣慰的眼神，一切都很美好，就像这个夏夜一样，安静而温暖。那句你爸算哪根葱已经成了历史，成了一个笑话。而林德山这个名字在这片土地上越来越受人尊敬，不是因为他的职位，而是因为他的品格。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，真正的威严不是靠权力得来的，而是靠品格。这个道理，林建军永远不会忘记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